大家好，还记得上一篇我有跟各位聊用吸管帮车子的隔音条增加它的气密性跟防水性吗？我突然想到了，像我在车门上有，然后车框上面也有，有没有？我就是从这边车框比较好塞，因为我车框这边它就是直接就有这个开口，所以这边就可以塞。那我上次讲的就是类似这种吸管，有没有？它对焦，它这边就是会有可以伸缩的这种比较软，跟我上次拿那种不一样，那种比较硬，然后这个比较软，这个你在塞的时候会比较好塞，然后这种好像就只有这种尺寸，你如果要找再粗一点点的话，可能没那么好找啦。所以基本上我还是建议找这种。这个我突然想到，跑去比较熟的饮料店跟他要的这种吸管，就这边塞，然后如果转角太死的话，可能就是让这边塞在这边，这样塞下去，找这种洞塞，小心一点，这个洞多半都不会裂掉，除非你的防水胶条硬化的很严重，才有可能会这样子。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尽量整个车门都塞，这样子，整个车门塞满一整圈。然后如果你们的门框上面也是有的话，也可以塞，就是尽量塞。像我的它只到这边，所以我就是上面塞一下，塞到这边。像我的这个防水条也有点老化，有没有？这边就破掉了，然后下面就是硬的就没办法塞。然后就是这边尽量就是塞一整圈啦，门框车门上一定是可以塞一整圈。那门框上的话，就是看你们的防水条，这种隔音条，它大概是延伸到哪里，然后做怎么样，然后尽量找跟防水条里面的那个空隙差不多的。像我的这个，我那时候好像是塞硬的那一种。像这边就是尽量找能够塞进去，不用真的塞很紧很满，就塞进去就好了。这样子的话，对整个气密性会有不错的提升。还有我今天开出来，我有发现又开始会抖，就是路低档，它退档下来以后，车快停的时候，怠速会掉的比较严重，又开始了。但是不到熄火，它过一下子就会再拉起来。有可能是怠速马达有问题了啦，怠速马达旧了，它可能反应没那么好。所以我再注意看看，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可能就要去换一颗怠速马达了。又要花钱，没办法，老车就这样子，该花的省不了。要不然现在我这台车，除了目前除了怠速有时候怠速会抖一下以外，其他都很好开。只是我真的搞不懂，到底还是烤耳的。烤耳也有可能，烤耳热了，因为这个现象热车比较明显。烤耳，然后怠速马达，
这两个可能是现在要注意的重点。然后状况就是入档开一开，然后车快停下来的时候踩刹车嘛，踩刹车，我有发现，如果电瓶状况不是很好的话，也有可能会有这种状况。这颗电瓶也好几年没换了，它的电压太低，而且我又少开。然后发电机，其实发电机的发电量真的，你要能够把电瓶从偏没电补充到它 OK 至少八成满9成满的电压的时候，真的很难，除非你真的开很长途，尤其白天，要不然你晚上开，它光耗电可能充进去的电量就很少。那下一个重点就是，我等一下回去可能会想办法帮电瓶充一下电，电瓶充电，然后先充完，再来观察这个状况。因为我有发现，像我刚刚讲的，踩刹车的时候，因为你踩刹车嘛，刹车灯亮，然后刹车灯那个耗电的瓦数蛮大的，也有可能啊。基本上车子在抓毛病，它可能会有很多周遭会去影响到它的表现。像我刚刚讲的，如果电瓶电压很差的话，因为我没有那种内主计，我没办法去量它的电瓶的状况，所以目前看起来，贸然的去买这两个零件，可能因为你就是花钱。那我最便宜、最省钱、最直接的处理方式就是电瓶。我可能电瓶先检查看看，电瓶先充电啊，检查完以后，我再来看到底是哪里引起的，然后后续的这一块，我才刚停下没多久，我这边摸几乎是没什么温度啦，温温的而已，很轻微。然后如果你伸下去一点，是真的就很热。然后进气软管，我刚刚跑了，有稍微小吹一下啦，感觉状况不错，吸气很饱，你油门反应变得很好，比较好，不能说很好。那废油回收罐也清完了，管路应该是都正常。这么多，我这一颗可能最近有要拆下来清看，检查看看。那后续就是电瓶，因为尤其可能现在新的车辆了，它的电子零件太多，你真的可能你电瓶电压稍微偏低，整个车可能就会不太正常了。那目前看起来大致状况就这样子哦。我突然想到了，我真的有发现我换了这一块以后，但是今天不会很冷啊，凉凉的而已。我的水温起来的速度又比较慢一点，不管是仪表上的水温或加装的水温，因为我加装的水温表在这边嘛，它直接就挡这个有延伸到这边，直接把热这边隔除掉，有可能这边有可能会误判啊，因为这边就热源比较隔开了嘛。但是我看原厂的水温表也是跟改装的表差不多啦，因为我正常发没多热车以后，水温表就是已经快接近一半，因为我的水温表大概都在中间偏下，正常的话都在中间偏下。然后自从改了这一块，我就稍微有发现可能会比较上来速度有比较慢，但天气有可能也有关系，但是我真的觉得最近天气除了晚上啦，要不然没有很冷，应该这个影响不会很大。OK， 那今天这个用吸管加强化隔音条的补充就到这边了，谢谢各位，拜拜。